电商情报站，统一集团2025超前布局，新零售加 AI 电商将如何翻转台湾市场？嗨，我是电商 Tony 陈。这个企划是一个新的尝试，我会用比较深入的角度来分析电商市场，然后聊一下我看到的产业变化，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。上一集我们聊了酷鹏目前的成绩，以及它未来想要做什么。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那这次我们来聊统一集团。统一是谁？这就不用介绍。身为台湾人，一定都有逛过 Seven， 那用过统一的东西，买过统一的商品。文青最爱的星巴克，这个也是统一的啊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，来讲统一的2025布局。有在关注电商新闻的朋友，一定知道统一在去年年度的动作频频，我就一直觉得他是要憋什么大招这样。那我们先聊。统一在去年度做了哪些大事情？以下时间轴全部都是2024哦。好来，2月投资雅虎电商，7月并购雅虎电商，8月砸100亿盖物流中心，9月跟 Meta 合作交货变，10月入股 PC Home，12月打造大型电商平台 UniOpen。对，你没看错，这个是1年之内发生的事情。统一啊，这么保守的大集团，居然在1年之内做这么多事情。我想保守不是说统一怎样哦，而是相对于全家这种很频繁就是跟外面企业在合作的状态来说，统一出招是偏保守的，他们很喜欢自己干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子公司孙公司一大堆这样。那因为统一太大了，他要什么资源、什么人脉、什么人才，他通通都有，所以他倾向自己来。有去跟他们开过会，大概都有体验过。好，那我们来聊他的布局，其实很明显的，你看他的大投资案或是合作案都怎样，都跟电商有关。除了8月砸100亿盖物流中心，这个是物流以外，其他都是在搞电商。这也证明了统一现在要在电商发力，而且是发大力，要放大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被讥笑啊，就笑说啊，你统一那么大，你电商做的都不怎样，唯一拿得出手的电商叫做博客来，然后博客来又被讲说哦优化很差，搜寻很难用啊，怎样怎样。所以老大生气了，他现在要来给台湾电商市场一个震撼的 lesson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统一今年想要做什么？那我们可以来预测他今年想要做什么。先从这边新闻稿可以看个七七八八的。来，标题我念一下：统一集团打造 UniOpen 数位平台，揭秘3大亮点，再送100万点数。那内容你只要看我画红线的地方就好。照顾 Podcast 的听众，我念一下：未来将发展 UniOpen 生态系统，整合集团会员、点数以及支付等核心功能及活动。UniOpen 生活服务平台涵盖食品、超商、量贩、咖啡、餐饮、美妆、开店、外送等多元生活产业，并且及时提供各领域生活知识情报。这边讲到2件事情，第一段的 UniOpen 生态系统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将会整合统一旗下全部的企业会员资料，发展出自己的支付系统。那第二段的 UniOpen 生活服务平台，只是说这个 UniOpen 未来会成为统一集团对外的电商大平台，然后所有的商品都在这边上架，包含你知道那些平台，然后还有他们正在推的卖货变啊，他们也会透过外送服务来强化即时物流的体验。统一旗下是有一家外送服务哦，叫 Fumo 是不是？还是 Foodomo？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，用的人很少，市占很小。那知道的人不多，大家都只是用熊猫或是 Uber Eats 在订餐嘛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，统一现在这步棋浓缩起来就2件事情：第一，透过线上的电商来串联各个品牌，产生规模效应；第二，透过线下店跟外送，强化销售的服务体验，打造自己的护城河。家乐福都可以小时送了，这个统一 7 怎么不行，对不对？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统一敢这样做。那我知道我刚才那个说法还是不太好懂，没关系，我解释一下。首先第一个，利用品牌串联产生规模效应，那哪些品牌？我们来讲一下统一旗下的品牌们。我就单讲跟电商有关就好，不然真的超级多，真的超过100个。那跟电商跟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有 Mr. Donuts 就甜甜圈，星巴克、圣娜，这是面包店哦。圣娜它面包店很多开在捷运站，你那个捷运站里面面包店，你看一下是不是粉红色招牌，那个就是统一的面包店。在21世纪卖烤鸡的 Cold Stone 那个酷盛食冰淇淋，统一生机卖有机食品的，然后伯克莱、康士美、家乐福、统一时代百货 Seven。一大堆啦。好，你相不相信这一些企业加起来的总会员人数
大于台湾的人口，因为大家会重复去嘛，你可能又是 Costco 的会员，你可能又是星巴克的会员，这样啊，可是都是同一个人而已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，就是只要你在台湾，大概国中生以上，大概都是统一的会员。为什么是国中不是国小？是因为国小好像爸妈不让带手机比较多，而且就算让带，他也不会帮他办网路。好，我们拉回来讲，就是说，所以统一啊。只要做到会员资料整合，它等于就直接掌握全台拥有消费能力的人群，涵括那个各个你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抹的会员资料，它通通都有。然后你要知道为什么统一现在才做啊？接下来就有人问，讲那么好听啊，统一为什么之前不做，现在才要做？它那个 Open Point 生态圈喊那么久了哦，真是喊很久，喊好几年，而且喊了上亿次，我不骗你，就是你结账的时候，它不是都会有那个声音。累积 Open 点数记得报会员手机号码哦，每个人结账都要听一次。你一定是看过去几年台湾这样子听了几亿次了，那这个 Open Point 啊，生态圈还是圈不起来，这好问题。我自己的判断是因为生成式 AI 出现了，能够让现在的系统串接有机会完成。在讲这个之前，我要先讲另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谓的大数据。大数据你还记不记得？你还有没有印象？大概是2013、14、15年，大概封的东西叫 Big Data 嘛，封的程度跟现在的那个 AI 差不多。那时候在封什么？就是说你只要累积到足够的巨量的数据，你就可以透过数据分析来解读跟预测未来。那时候有一大堆的企业都在研究怎么分析数据跟利用数据。好，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不夯了？因为 Big Data 它怎样？它落地有问题。有问题的地方有2个，那时候都没有 AI 哦。如果现在有 AI， 然后才发生大数据，那就很合理了。那我们先讲大数据在台湾的问题。第一个是资料收集啊，你想要收集资料，你要有资料啊，你的资料乱七八糟，或是根本没有异化。举例哦，一间工厂想要透过大数据听起来很屌来做优化，好，资料在哪里？师傅或工程师的脑海中，或是你留的是纸本资料，那每年档案归档，一整个资料柜这样，好，你去分析啊，你去建档啊。那个时候的文字辨识技术出错率还非常的高，你全部扫描跑辨识软体还是一大堆乱码跟错字，你建档都是天大的问题。那你建完档之后要干嘛？资料清洗，就是你好不容易完成了我们刚刚讲的资料数位化、电子化以后，你要怎么清洗？清洗的意思是说，我讲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有用过 Excel 嘛 ？Excel 表格就是你套公式的时候，每一格都要是正确的啊，不然就跑不出来啊，不然就跑出来的东西又出错。同样的，你弄出来好几十 G、好几百 G 的资料。你要再筛一次啊，人工过滤以后才扔到系统里面去跑，什么大数据安诺，所以这件事情做起来叫旷日费时，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金钱，资料科学家很贵的呢，然后成效叫做不知道不保证，所以搞得没有人在提。可是现在 AI 有机会啊 ，AI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增六，就是你小的数据资料、小规模数据资料也能够训练出特定目的，然后表现很好的 AI， 这不就有搞头了？10年前做会员资料是困难的，状况都是一样的，每一家企业会员资料长相都不一样。简单的例子，面包店会员资料跟宠物店会员资料会一样吗？ A 品牌会员资料100个栏位，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然后 B 品牌80个 ，C 品牌50个，他们之间的栏位还不是互通的。宠物店就会需要知道家里养猫养狗，几只猫几只狗，年龄多大，对不对？正纳面包店它有需要吗？是怎样？你要买面包给你家宠物吃哦，或者你知道究竟要怎么整合？我们会找一个东西叫 key 值 ，key 值就是说就唯一值，那能够贯穿这个圣纳面包店跟那个宠物店，它的核心资料是什么？手机号码应该是这个吧？明明就是同一只手机号码，你要怎么整理？整理给我看，就这样。统一那么大一间品牌那么多，好几百万会员，这里一定卡住。光是怎么把资料做整合，这一段就会出大问题。那怎么往下做？所以他遇到的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Big Data 遇到的状况是一样的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生成式 AI 就是做这个问题、解这种题目的好手。你资料可以不清晰，你把那个东西讲清楚，规则划定清楚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所以现在统一也可以把会员资料可能去识别化以后就喂给 AI， 然后让它来帮忙处理。我这样讲是有证据的。你来看这个截图，从2019成立数据中心，接着2023组建跨国 AI 中心，统一资讯打造多个生成式 AI。这底层的资源它是使用 Google Cloud 的 Vertex AI。统一资讯谁推的？统一啊，不然呢？他们在2019年成立，就在收数据，然后2023年成立 AI 中心，然后也做出了统一自己的生成式 AI 模型。你自己看这个报道，服务近10000家实体门店，累积2000万会员系统的大量验证及实际操演经验，这有实战过了所以搞定全平台的会员资料串接，
这已经是做得到的事情哦。再来，你要知道怎么透过会员系统优化服务。那我们再讲说，透过线下店加外送来打造护城河这件事啊，这就很好理解了，就是你走到哪里都能收到统一的消息，然后还能够做到客制化的宣传。在讲这个之前，我们要先知道一个东西叫 RMN， 这是新式的广告，叫 Retail Media Network。那 RMN 其实不是新东西，就是店家跳下来自己去做自己体系内的广告。我举个例子，以 Momo 的 RMN 来说，就是说你厂商可以去买 Momo 站内广告，它那个就是属于 Momo 的 RMN 零售业，它自己家基地的广告，不是什么 FB 广告哦，大家去公平竞争的地方。你虾皮买广告也一样，那就是他们虾皮体内的 RMN。那 Seven 呢，对不对？你去 Seven 有没有看过它电子看板？就是你排队结账的时候，那个店员后面上面不是挂一个那个大的电视看板，你就看那个东西播广告的。他怎么决定哪时候播那个广告？不是跟以前一样，反正早上8、9点我大概放早餐，然后放咖啡啊，下午的时候怎样？它是依据现场状况来进行调控的。那什么是现场状况？就是它会根据 AI 技术的辨识跟判断，那来的人什么年纪，适合什么商品，一群老人突然进店。那保健食品广告就直接插播上去，就这样。那这个东西如果又能够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会员系统整合，那就会得到客制化的行销体验，客制化的单独的很有特色的，不只是特色，它就针对你去开发的行销的东西就对了。例如说，这也是那个生成式 AI 被大家有赋予的一个要达成的愿景。以后的广告不是什么一视同仁，而是说看你戴眼镜，你看到的广告就是给你看的。你们明明出现在同一个地方、同一个公车站，可是你们两个人看到的广告都不一样，都很针对你这样。好，例如某个消费者，他这个礼拜才去康是美买了卫生棉，然后他经过 Seven 的时候，就会被推播乐可可的广告，看一看他买的几率很高嘛，对不对？甚至做的细致一点，就送给他一张乐可可的优惠券，是不是就变成不买好可惜，然后就去买了，就这样，然后顺便买了乐可可那个面包什么东西就一起买，消费场景就被他搞出来了。这个就是会员资料在行销上的应用。以前都是大规模的一视同仁的，因为执行成本的关系啊，现在有生成式 AI， 对不对？还缺一个东西，现在大家的设备端就是手机嘛，手机还缺一个东西。如果以后的那个什么苹果眼镜Google Glass 统一了以后，就变成大家消费者的基础配备的话，那广告的玩法会更加夸张，就更针对、更客制化，这样很猛啊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自动化的流程，不需要一个什么客服大军、广告大军在后面配广告给人家看，不用，那自动化，让他去跑就算了，就消费者就会买单了，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这样，他就觉得说好棒哦，就这样，知道我那个来还给我乐可可的优惠券。那外送的部分呢也一样啊，就是电商网站的推荐商品，那跑出 Seven 的乐可可的券，然后外送免运之类的，很难不买单。这个很难不买单的意思不是说你现在看了影片，你说我就不买，我那个又不会来，因为我难得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他这样广告下去，台湾啊，今天啊的5点12分直接广播120万折出去，你看他可以成交几杯乐可可，是看这个东西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利用品牌串联产生规模效应，第二个透过线下店家外送来打造护城河，这叠加起来的威力如何？不愧是零售龙头这才是他应该要有的战法跟格局。当然以后都是我乱猜的，这都我乱猜了，那你不要听一听以后你就觉得统一会超级猛，然后去买股票，然后最后再问说怎么没涨之类的，这上面都是我推估的。 OK， 讲完了，我们整理一下，我们今天聊统一集团的2025布局。那我先跟你分享了统一在2024一年之内的频繁操作，先后投资了雅虎电商，然后把它并购掉。第二，砸100亿去新建物流中心。第三，与 Meta 合作交货变。第四，入股 PC Home。第五，推出大型平台 UniOpen。我的预测是，他们现在就要在电商领域发力了，除了弥补电商的短板，那也因为生成式 AI 跟大数据处理技术的逐渐成熟，它那个 AI 中心呢，那个整合各个子品牌会员跟销售数据资料，这计划就有办法执行了。实际的战略做法就是品牌串联、规模效应，以 UniOpen 为核心，把那个星巴克、康是美、伯克莱、家乐福等等的品牌会员系统通通给它接起来，集中流量、点数跟支付的体系，反正他们多的是会员。那第二个就是透过线下店家外送来打造自己的护城河，那用 AI 来协助整理会员资料，然后透过线下门市跟外送服务来进行补强，然后线下门市可以去尽量逼近到客制化的行销方案，就中国大陆讲的千人千面这样，形成真正的全通路模式。
只要这2件事情能够落实，就能够巩固这个集团的零售护城河，别人玩不赢它就对，海放其他竞争对手全年都玩不赢它，因为它品牌太多，会员太多了，就是这样哦。跟你分享，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，除了你熟知的虾皮、PC Home、Momo 以外，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。除了酷澎大军来袭，还有SHEIN、抖音小黄车、全球速卖通、Temu，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，要来抢台湾市场。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，最可怕的是，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，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！所以我建议你啊，快点跑啊！再晚一点，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，想逃都没有办法逃。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，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，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。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，我推荐你 Cyberbiz。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，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，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，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。那填完资料以后，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，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，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。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。我是电商通灵城，我们下集影片再见。